这两盆君子兰还记得吗？一盆是开黄花的，一盆呢是开普通那个就是橙红色花的。这两盆君子兰已经开败花了啊！有好多花友就是纠结一个问题，就是君子兰开完花以后，它这个花杆要不要把它掐掉呢？掐掉不掐掉，完全取决于你啊。但是呢，它有优势也有劣势。比如给你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它开败了，它上边是没有结种子的，它没有结种子呢，它就养分就不会继续往上供应了。然后呢，它就不会说是影响它去生长了，它就会慢慢的枯萎，然后呢，养分慢慢的回流到底部的根上，然后呢，等这个杆子彻底干枯焦干的，然后呢，用手一拽，咔嚓就拽出来了。但是呢，如果说您咔嚓用手一下子把它去掐掉，或者用剪刀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呢，它上边的伤口会快速的往外冒水，这个水呢会持续冒很长时间您用纸巾擦掉以后到了晚上有可能还往外冒，这个水流到它底下的叶子里，会造成烂芯儿的情况。所以说，一般不建议你去掐掉。掐掉以后呢，就要持续的用纸巾去把这个出来的水擦干净，直到它不冒水，而且要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时候能够见光的时候掐。掐完了以后呢，擦干净水分，它的伤口能够快速的愈合，然后呢，剩下的杆子它的养分回流到底部，然后呢，逐渐的干枯，干枯以后用手拽掉就行了。你再看看这一颗，这一颗呢，它已经结种子了，因为我去授粉了，这是个黄色的。授粉结种子以后呢，它的养分还会往上供应，让种子去变大，它的叶片就长得比较慢了。这个呢，您就不需要掐掉了这样您就保留着。到了秋季的时候，它种荚就会变大，种子呢就会成熟。成熟以后呢，我们直接把种子摘下来，它没有种子了以后呢，它杆子也会逐渐的干枯，养分回流到底部，然后等杆子彻底干了以后，把这个花杆直接拽掉就行了。所以说就是这两种情况如果结种子，我们不需要管理如果不结种子呢，我们尽量的就是让它带着自己就会干枯掉，然后去长叶子。那么让它怎么快速的长叶子，让它叶子长得又好又宽又大呢？保证见点光，不能缺光，缺光的话叶片长出来又薄又细颜色还是个浅绿色。肥料要用什么肥呢？我们家庭中常见的自己发酵的豆饼肥水就是很好的长叶肥，因为它的氮元素含量高。如果说你自己发酵嫌臭也没有自己发酵，想去买肥料一劳永逸，那么建议您去使用这种花多多识号。记住，长叶的肥料是氮元素含量高，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这个是国产的它的也是氮元素含量高，含有磷、含有钾、含有微量元素，但是氮的含量在30左右。这个呢，定期半个月左右给它补充一次，在它生长季节，它会根系长得非常好，叶片会长出足够多的叶片，叶片长得宽大、肥厚又油亮这样一直持续使用，直到它休眠。夏季休眠长得慢了就不要去用了，等到秋季的时候你再去用上几次，让它长长叶子，然后呢，在入冬之前改用磷酸二氢钾，因为它要开花了只要植株足够大，磷酸二氢钾定期半个月左右一次，保证见光，然后呢，它就会逐渐的去长出花，渐的开花。君子兰非常的好养我不喜欢控制它的叶形，就是让它任其生长，但是呢，它不会出问题如果说您的开完花了，就是花杆这处理方法以及用肥的方法学会了，别忘给小七点个赞，点关注带走。